这位是 Angie， 公司帮你请来的私人保镖，以后有她来保护你。你死八婆，放手！我叫你放开我男友！不要这样！你为什么这么傻，还不跟他分手呢？你有没有试过无可救药的爱上一个人？我喜欢你，一直都喜欢着你。我一直只是把你当……我明白，不用再说了。其实我你心里只有梁思韵，我真的知道。我不用从什么时候坦诚是毁灭的入口，打开潜在黑暗中的躁动，拥抱是不是就可以弥补一切漏洞？我不懂从什么时候简单是复杂的承诺，假如世界没有对或错，挣扎是否会不同？假想是否还会痛？不愿被命运操控。每分每秒，爱被疑惑删掉，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每字每句都是我的奢望，我就是那么傻，爱上你说的。如果要重来，你可会用错误的方法，再爱得完美无瑕？每分每秒，爱被疑惑删掉，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每字每句都是我的奢望，我就是那么傻，爱上你说的繁华。哎，没事吧？我现在心情不好，劝你想要说什么先想一想，不要逃单。我来找你是有正事要向你报告。Zoe 的案子，Zoe 说的是事实 ，Alex 的确欠了一大笔高利贷，现在被黑道追杀，像过街老鼠，东躲西藏。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被逼紧了，恐怕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包括勒索自己的女朋友。爱得要生要死又怎么样？人家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里，付出再多也没用，只是一个笑话而已。Zoe 真的很傻。你特地跑来这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我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想退出肌肉了。你确定？不要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是真的。迟到还戴墨镜，怎么了？你昨晚失眠变大熊猫啊？拿下来吧，我答应不笑你。谁得罪你啊？一大早就脸黑黑。好了，人都到齐了，
开会吧。我看了学中的调查报告 ，Alex 嫌疑很大，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他一定再去找 Zoe 要钱，我们就利用 Zoe 当饵，等待他上钩。恩哲，你是他的贴身保镖，这个任务就由你来执行吧。喂，你变哑了。你什么时候变成了 Zero 的决策人，指挥我做事？你真的把自己当 boss 了吗？我忍你很久，你发什么神经啊？够了，我看小峰没有想要指挥你的意思。那你呢？你又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已经计划好要离开 Zero， 还打算让他代替你的位置吗？你不跟我们商量就擅自做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想要隐瞒，我只是想等Zoe的案子结束之后再告诉你们。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你的伙伴，是你的家人，结果呢？你为了一个梁思韵，宁愿放弃你一手建立起来的团队，宁愿放弃我们。对你真的很失望。恩哲，你放心，Zoe的案子我一定会完成，但这也是我杜恩哲在 Zero 的最后一个任务。怎么了？你脸色看起来很差，不舒服吗？我没事。真的没事。那我先去洗澡了。你该不会是想要看着我洗澡吧？你先去休息一下。Angie， Zoe，救我！所以，爱上你说的繁华。爱上你说的繁华。著名歌手 Zoe 今天下午在舞蹈室遭人杀害，死者公关公司所雇佣的保安目前不知所踪，警方正在寻找该保安协助调查。公众如有任何情报，请拨打以下热线通知警方。接下来是财经消息。怎么样，boss有接吗？恩哲关机，boss又联络不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啊？别瞎猜了，快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追踪他们？能用的办法我都用了。小峰哥，看这个，是Zoe舞蹈室 CCTV 的录影，网上已经在流传了。怎么会有这种画面？等一下，刚刚那个人，难道boss是凶手？不可能，
我有急事要处理，有什么消息通知我。嗯。是不是有 boss 消息？无论是网络还是手机，都没有哥的消息。那你为什么找我？是他下的指令。什么意思？如果有一天哥突然封锁所有能联系他的渠道时，就表示出现了紧急状况，我必须帮他启动 Ground Zero 计划。我到了。你必须关闭手机，还有一切电子设备，步行到目的地。好。boss。哦，没想到你还给自己准备了这么隐秘的安全物。这是我多年前设置的，没想到今天会派上用场。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当时收到一则匿名简讯，说有人要对Zoe不利，我联络不上恩哲，所以就自己先赶去舞蹈室。怎么知道一进去Zoe就已经死了？恩哲呢？他不是Zoe的贴身保镖吗？怎么又让凶手得逞？这一点我也很纳闷。不过那个时候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么多。杀死Zoe的人包引到舞蹈室，就是要嫁祸给我。如果不马上逃走，主动到警局报案，肯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事实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你逃走之后，不过几小时，网上就流出舞蹈室 CCTV 的录影。我知道是有逃离现场的画面，很明显发视频的那个人就是要网民看图说故事，给我定罪。该不会从你一开始接下保护Zoe的任务时，Zero就已经走进了陷阱？很有可能，凶手还有我的隐秘手机号，简讯就是发到那里的。只有Zero的组员才知道你的隐秘手机号。不会是恩哲吧？不可能，他没理由这么做。杀人动机是什么？其实他早就暗恋你了，知道你为了私运选择离开Zero，他根本无法接受。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你的伙伴，是你的家人，结果呢？你为了一个梁思韵，宁愿放弃你一手建立起来的团队，宁愿放弃我们。Zoe的案子，我一定会完成，但这也是我杜恩哲在Zero的最后一个任务。像恩哲这种爱恨分明的女人，一旦转爱为恨，后果肯定不堪设想。也许他知道你要丢下Zero，还不如自己毁了Zero。够了，别再说了。没有确实证据之前，我是不会怀疑我们任何一个组员的。你和他都是最后见过Zoe的人，我不怀疑他，难道怀疑你吗？如果凶手的真正目的是分裂Zero，你甘心就这样上当吗？恩哲现在下落不明，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安危。放心，我一定把他找出来，让事情水落石出。可是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情势对我们很不利，必须做最坏打算。如果凶手是冲着我们Zero而来，可能会对你和学忠下手。那最好，
我就怕他不敢。现在不是硬碰硬的时候。你和学忠暂时从基地撤出。啊？就这样挨对方打吗？以退为进。如果想要还击，我们必须一击即中。好吧，那我们怎么保持联系？放心吧，我自有办法联系你们。对了，思云那边怎么办？根据可靠消息，警方就艺人Joey被谋杀一案，已经掌握了重要的线索，正积极寻找2名人士周志平与杜恩哲，协助调查。据闻2名嫌疑犯是属于网上一个名为 Zero 的骇客组织，而这个组织的首脑就是周志平。这个 Zero 是个无恶不作的地下组织，专门帮助有钱人做些伤天害理的事，简直是卑鄙、无耻、下流、下贱、吓死宝宝了！白痴！他以为他是谁？警方还是法官？自编自导自演，他要赚点击博眼球也该有个底线好吗？什么根据可靠消息？他以为他在警局当卧底吗？根本就是乱放屁，子虚乌有 ，fake news！ 小老板，冷静冷静，呼吸，呼你的头！我现在很冷静。我看无风不起浪。你想想，现在网上流言四起，加上 CCTV 的画面流出，大家都已经认定周志平就是杀害邹宇的凶手。如果他真的是无辜的，那他为什么要消失？甚至连你都联络不到他？可能他手机坏了呢，也有可能那些网主觉得他太帅，想要恶意中伤他呢，也有可能。不可能！小老板，你可是 IQ 158的人，怎么可能说出这么没有说服力的话？你之前不也怀疑过周志平跟王子涵是一伙的吗？是我之前只是怀疑他，不过事实证明他跟王子涵毫无关系。可是医院病患记录被盗窃一案，我们怀疑的杜恩哲就跟周志平是好朋友，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事实证明，杜恩哲跟周志平都属于同一个犯罪组织。也许之前我们调查的不够深入吧，可能周志平跟圣诞老人和王子涵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累累的骇客。是，我在逃避现实。我现在 IQ、EQ 都是零蛋，可以了吗？如果周志平真的是 Zero 的首脑，你打算怎么办？怎么知道车子被遥控了？嗨，怎么了？吓到你了？
韵姐姐你好。你认识我？对啊，我是 Emily， 我是我哥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小精灵。刚刚是我帮你开门让你进来的。你哥？我哥就是你男朋友周志平先生啊。那你怎么认识我？所有我哥的朋友我都认识，不过女朋友，这只有你一个哦。你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我本来想跟你打招呼的，可是哥紧张的要命，心跳和血压狂射，担心死我啦。你刚才说什么？哎，对了，我还想，哇，怎么了？我喜欢你。所以他是为了不让我发现你，才会突然失常。对啊，哥很在乎你的。思韵姐姐，哥对你隐瞒骇客身份是有苦衷的，他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情感。其实为了你，他已经打算离开 Zero 组织，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了。哥真的很喜欢你，你一定要原谅他。事到如今，我要怎么相信他？你就算不相信哥，也要相信我啊！你是他设计出来的人工智能？哼，你歧视我！你了解他的为人吗？我可是人类情感的百科全书，尤其是我哥的心思，他只要心跳和血压有一点特别的波动，我都了如指掌。如果这次被他发现我偷偷跟你见面，一定又要生气啦。你是说你这么做是在违抗他？哎呀，我也不想啊。可是我更不想看见哥最喜欢的女人误会他。当初哥选择当骇客，是为了从圣诞老人那里查出他父母意外死亡的真相。这些年来，虽然他为了钱替很多人解决问题，游走在犯罪的边缘，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那些网上诋毁 Zero 的传言都不是真的。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哥没杀人。你有证据吗？我相信他。相信？喜欢一个人就应该相信他。思韵姐姐，你也喜欢哥，不是应该相信他才对吗？你告诉我这么多，不怕我报警？不怕我把你供出来吗？我相信你。你把人类想得太善良了。我也不笨。如果警察真的搜到这里，我就会马上消失，自动删除一切有我存在过的证据。我保证，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最后一个知道我存在过的人啦。看来你哥已经把对人性所有美好的期待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思韵姐姐，现在哥被当成是杀人嫌犯，如果连他所爱的人都不相信他，那他也就太可怜了吧。我们希望这笔资金能够为济远慈善机构增添更多的保健及医疗设备。另外，我们斯诺公司也承诺给济远慈善机构在网络资讯和电脑设备方面一切的需要和帮助。我代表济远全体员工感谢梁文道先生一直以来对我们机构的慷慨解囊和关怀。梁文道先生，请问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是要借用慈善之名来挽回斯诺奥的声誉吗？一派胡言！你是哪一家媒体的记者？首先，我谢谢你勇敢地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个疑问也是一少部分民众心里同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斯诺奥就已经成立了基金会。这些年，梁先生一直在默默地资助济远，只是他为人低调，所以没有人知道。
那这次为什么又大肆铺张？难道就没有私心吗？的确，我确实有私心。一个人做善事太难了，有的时候我真是有一点力不从心的感觉。所以这次我是要抛砖引玉，想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来参与，一起来帮助弱势群体。这位记者朋友，你是有兴趣加入每月乐捐呢，还是我们的义工团体呢？我考虑。好，只要你愿意考虑，我就已经很满意了。希望早日在义工团体的队伍里见到你啊！哎，为这位有爱心的记者朋友掌声鼓励一下。思月，爸，这几天你一直住工作室，见你一面不容易啊。这几天确实有点忙。为周志平的事，他真的是像媒体所说的，是那个 Zero 的首脑。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爸，我相信志平，他不会杀人的。我一定要查明真相，把凶手找出来。那应该是警察该管的事，你没必要感情用事，自找麻烦。我会有分寸的。你就是这样的犟脾气。谢谢爸。别谢我。你贵叔出了那样的事情，已经让斯诺声誉受损了。你要是坚持查案的话，我不会提供任何协助，以免公司再受你这个案件影响。我知道，这件事本来就是我的私事，我会自己去应付，绝对不会把公司牵扯进去。唉，这样的脾气我也是管不了你。自己千万小心一点啊！我会的。我先走了。喂，周志平的行踪查到没有？还在追查。是时候开始下一步计划了。知道了，老板。有必要这么急着撤走吗？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现在 boss 出了事，你觉得这里还安全吗？可是你们以前一直都在这啊，不也是很隐秘吗？不值得冒险，先转移阵地再说。干嘛？你刚刚的语气，好像是 boss 在说话一样。你是不是知道 boss 的下落啊？你想知道？我也想知道。啊切！喂？谁？安哲？爱上你说的繁华。主要是严重脱水，身体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打了点滴，情况已经改善了，好好休养几天，就能恢复体力。就这样？
没有骨折或内伤，不用去医院照个 X 光、MRI、CT scan。他是肌肉的新成员黄学忠，高医生是很有经验的医生，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好，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医生。举手之劳，志平以前帮过我的，这次肌肉遇上这么大的麻烦，能帮我一定帮。没事了，你的伙伴们来了，你们先聊一聊吧。觉得怎么样？没事。这2天，你到底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那天我身体不舒服，所以让我到休息室休息。当时有点渴，就倒了杯水喝。没想到喝了水之后，就感觉自己昏昏欲睡。当我发现水可能被下药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见，手脚都被绑着。救命啊！救命啊！闭嘴！你们是谁？干嘛抓我？放开我！再吵，打烂你的嘴啊！如果我知道你们是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哇，这个当保镖的还挺凶的嘛。他连自己的主人都保护不了，凶个屁呀！苏伟呢？苏伟在哪里？他上天堂开演唱会了。你和他说这么多干嘛？走吧。这么说，绑架你的人肯定跟杀死周易的人有关。绑匪如果能杀周易，为什么不直接对你下手？目的是什么？也许他们要让我背这个杀人的黑锅。难道我的分析错了吗？Boss 呢？Boss 怎么了？杀死周易的黑锅已经让 Boss 背了。怎么可能？恩哲，你冷静点啊，别激动，冷静一点。我们暂时联络不到 Boss， 大家都还在找他。恩哲，你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对啊，这些人杀人不眨眼，你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可能我真的命不该绝，我也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他们只是偶尔给我水喝，也不给我吃的。哇，我肚子突然很痛哎，你看住他啊。去。喂，宝贝啊，怎么了？又想我啦？哎，忙啊，但是赚钱了，要不然怎么养你，对吧？当时我只知道要快点离开，找人求救。幸好我逃到了跑马坡路，遇上了好心的司机。小姐，你没事吧？帮我打个电话。OK。太惊险了吧！只要有差错，连命都不保。你逃走的时候，外头2个绑匪全都不在，之后也没追上来吗？
你以为我在说谎吗？一个上大号，一个听电话，会不会太巧？那我运气好不行吗？那你的运气也好的有点离谱。你说，你用了多少时间弄断手术？我怎么知道？难道会比一个上大号和一个听电话的人快吗？你怀疑我？你该不会是想说Zoe是我杀的，嫁祸给 boss？我没这么说，我只是提出疑点，要一个合理的答案。刘小芳，你以为我需要拿自己的命来造假说谎吗？你是不是脑袋坏了？经理，不要误会，小芳哥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今天如果是给我收尸，就不会怀疑我了是吗？呸！不要说这种话，大家都是 Zero 的成员，干嘛要怀疑彼此啊？静点。我一定会找出真相。来，坐下休息啊。没事的，误会罢了啊。他竟然怀疑我，小峰也是担心 boss 才会这样的。还是没有 boss 的消息吗？现在你跟 boss 是Zoe命案的嫌疑犯，警方到处在找你们，你还是别露脸了啊。那你这几天好好的休息，我跟小峰会竭尽所能，尽快找出真相，还你跟 boss 一个清白。爱上你说的繁华，爱上你说的繁华。虽然我一直觉得这个周志平有古怪，可是确认他就是 Zero 首脑时，我还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整天在小老板面前装纯情，根本就是假象，扮猪吃老虎。小老板，你说他接近你，会不会因为你是廖文道的女儿啊？不要乱说话，我只是猜嘛。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的女儿。你确定？拜托你们，不要再管我跟志平的事了。我们也是担心你啊。如果担心我的话，就帮我查 Zoe 的事。那我们查到呢 ，Zoe 生前有一个地下男友叫 Alex。Alex 这个人有毒瘾，也背了很多赌债，很多还是Zoe帮他还的。这么说 ，Alex 跟 Zoe 可能起了金钱纠纷，才会动了杀机。很有可能，因为 Zoe 被谋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又多一个人间蒸发的嫌疑犯，我们又有多一条线索了。行了，这个案子你们就帮到这里吧。为什么？你嫌我们办事不力？没有啊，你们做得很好。是我爸，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大老板不让你查？他说他不会再给我提供任何援助，而且这件事如果继续查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触犯法律。我不想拖累你们。你有难，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我们有福一起享，有难更要一起当。有牢也一起做。你会不会说话呢？监狱有分男女的。如果真的要做，我陪你。那我每天去找你们，风雨不改。Ghost 义无反顾。罪犯没有退路。Go Ghost。你最近是不是有心烦的事啊？在吃晚餐时没见到你笑过。有吗？看你脸色这么差，要多照顾身体，知道吗？知道，我会的。艾比阿姨，你回到美国后要多多保重。对了，我明天临时有事，不能送你去机场了。没关系，
我自己能搭车过去的。你不介意的话，到我房里坐坐，我陪你聊一聊你的心事。哎，就当做是陪阿姨喝杯咖啡吧。来。 怎么了？看什么？没事，走。怎么会这样？姐！ 韦一鸣，马上帮我查车牌 FBC 8503在。艾比阿姨，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哎呀，你就这样出去，你没受伤吧？被你吓坏了，下次不要这么做啊！我没事，你不要担心。你看我的首饰、护照、钱都在，没什么东西不见的。我看我还是先去通知酒店经理，再去报警。 哎，不用了，我明天就回美国了。如果报警的话，万一事情有变，会耽误我的行程的。再说我没什么损失，叫他们上来清理房间就好了。算了啊。有线索吗？查到了，是一辆已经报废的车牌号。 梁先生有事要忙，没有办法为你送行。他吩咐我送您去机场。哦，这怎么好意思呢？梁先生说这是应该的。好吧，回头替我谢谢他。我会转告他的。上车吧。为了更美好的将来，我始终没有改变我的信念。阿贵啊，你为什么要和任海一样违背当初的约定呢？你怨不得我。 从什么时候，坦诚是毁灭的入口，打开潜在黑暗中的躁动，拥抱是不是就可以弥补一切漏洞？我不懂从什么时候，简单是复杂的承诺。假如世界没有对或错，挣扎是否会不同？ 家乡是否还会痛？不愿被命运操控。每分每秒，爱被给或删掉，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